这个店在转让，然后你往这看，哦，能看见，这就是我们店，只有一窗之隔。而且中间这个墙是一个后期建的墙，这个墙没有任何的重整，你把这整个墙全拆了也可以。如果这个房租下来的话，跟咱店可以完美的拓展成一个空间。我们隔壁那个店，今天我去打探了一下情报，他的那个成本比我预想要高很多，他的房租是1年4.7万，然后他现在还有转让费，他想把他店里整个东西都打包出去，总支出的话差不多就要7.7万，然后所有东西都用不到，然后还要再装修，还要再买设备，我觉得还要再加个7万块钱，就是总体下来的话，你不买昂贵的设备就要15万左右。主要他那个转让费对于咱来说完全是没有用的东西，所以说咱肯定很不合适啊。其实我是很想把隔壁给租下来的。如果打通完之后呢，你可以有很多的拓展，比如说拼豆，比如说日码和更大的桌游空间。如果放在去年的话，我会毫不犹豫的租下来。但今年我们店面临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我们店的营业额开始下滑了。这就说明在去年我们店的人流量达到了一个峰值，现在的话其实没有去年人多。我如果再额外租下来一个商铺，多15万的固定支出，再加上人员成本的话，第一年的总支出要达到20万了。所以现在的问题是，想要对未来有一个更好的展望，就要花这20万。如果选择猥琐发育苟一波的话，可以省这20万。大家觉着该不该租呢？今天到店里的第一件事就和顾客一起看一下影之人灵最新出的实际演示。这是 PS5 的演示，还不是 PS5 Pro。单就说它这段演示在 PS5 上的表现的话，我觉得算是很好的水平了。玩法之类的可能我不太懂，但是优化我觉得做的还是不错的。我有点好奇啊，可能是后面有追兵嘛？那为什么不停下再打呢？可能后面人更多。感觉怕车夫追上来。有道理，无道理。你看，哦，他用的武器都是前面怪用过的。哦，就他打败某一些精英怪之后，会把他精英怪的武器拿到手里。这甄子丹啊！对甄子丹。等会有更清晰的。他刚刚是直接闪了。我去，叶问。影之人灵在 PS5 上的售价是稍微贵一些的，328港币，可能换算完之后比电脑上要贵个20-30块钱吧。但在 PS5 上这种3A 游戏里面算是比较良心价格了。今天打算给店里安装一台新空调，前2天青岛因为非常热，在屋里面都热得受不了，然后科隆看到了我们的视频，就联系我们说要给我们赞助2台，然后今天就直接派师傅上门给我们安装了。现在1楼2台空调的话就绝对不会热了。现在我们整个2楼又已经全满了，这边还有顾客在玩实质存在这个游戏的话，我觉得算是我们店里比较现象级的一个游戏，光通关的顾客就得有4-5个了。这个结局和《生化危机3》重置版一模一样。但他最后其实这个游戏是有个小反转的，因为涉嫌剧透，我从来没提过。实质存在跟《生化危机》全是卡普空做的，即视感太强了。卡普空今年其实做了很多游戏，卡普空这2年存在感有点强。而且实质存在应该算是今年咱店最火的游戏吧？对，没有比它更火的单人游戏了。到目前为止 ，GTA 6出来它必不是了。影之刃灵我觉得也会比它火。称霸月球，一会儿要跳白金了，牛逼！白金奖杯，第1个白金奖杯。牛逼牛逼牛逼！这位顾客竟然把实质存在打到白金了。其实每年我们店里可能通关游戏的顾客有很多，但是能把一个游戏打到白金的真的寥寥无几，可能1年也不会超过5位。还打算再玩多少天？玩2月。2月？对，可以。玩2月，玩到10月份，过完国庆回去。大学毕业之后的疯狂。不然后面真的工作了，可能就没有那么多时间。对，没事，9月份游戏挺多的。金刚狼投资3亿美元。前2天，店里有个顾客说，他想玩街霸，并且不想用手柄跟 Hitbox 玩，他想用摇杆玩。我发现了咱们店没有摇杆，你猜猜这一箱是什么？都画这儿呗。巨帅！我去！哎呀，你俩这个费劲啊！这就不用我说了吧。我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中国最出名的格斗人物。
它是那个年代，因为你是真正能玩到的。火舞那个饿狼传说还不是很火。哎，有点像那个英雄联盟里面那个角色拎一个公文包，蒙多想去哪就去哪，想去哪就去哪。我去，这太帅了！拎着上班，这能用明白了。转1圈我能，转2圈我不能。这里给大家做一个科普小知识，其实格斗游戏最常用的设备只有3种，手柄的话大家都知道，摇杆的话就是我现在用的这一种，Hitbox 和键盘的话应该是算一类，只有这3种设备，这3种设备的区别巨大。像我的话，平时就是用 Hitbox 键盘的，如果换成这种摇杆和手柄的话，我就几乎不会玩这游戏了。战役模式通关，866分。这种老游戏真的很好玩。为什么我这么喜欢玩老游戏呢？是因为现在还能被称作好玩的这种20多年前的游戏，在当年都是神中神的游戏。大家要知道，他们是20多年前发售的，已经经过了20多年口碑的洗礼。他们能从几百上千个同类型的游戏里面厮杀出来，留到现在，那它能不好玩吗？都是个顶个的神作。这个游戏还有个很特殊的玩法。就比如说你们4个人一起玩，我玩完了给你玩，你玩完了给他玩，他玩了给另外一个人玩，你们4个人在同一局游戏里，你们4个人对战。4个人对战？对，用一个机器4个人玩，然后4个人打。这个罗江斗鸡，它吃起来是罗江斗鸡。我来我才发现我们门口这条路叫德阳东路啊，我就是德阳的，这个是德阳的。哦，我们门口路就叫德阳路。对，德阳市。因为我们店在城阳区，城阳区有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南北的路都叫什么城路，东西的路都叫什么阳路。罗江斗鸡，里面有点像辣条，外面是豆卷，一点不辣。我想象中它会咸，但它不咸。哦，不咸也不辣，就香。我还以为四川的东西都会很辣呢，这个罗江斗鸡就是纯纯的香辣，辣味占比非常非常少。我觉得广东的朋友都可以吃。是前2天那个湖南顾客给我带的小徐呱呱辣椒酱。小徐呱呱，我真没忍住，呛鼻子。山东吃辣我不敢说，山东吃咸绝对排第1第2。你们不信的人来山东吃个博山菜，你们就服了。江西人的料吧。我还是对自己吃辣比较自信的。以客观点评价它的辣度，100分满分的话，我感觉能把我在南京的朋友辣死。客观评价就是我在江西的话，我吃我也会觉得辣，也会觉得挺辣的，但不至于就是辣的很难受的那种。在我们那可能都偏辣了。你代表山东比较能吃辣的人试试。我刚刚搜了一下，这个辣椒酱是这个品牌家最辣的一款辣椒酱。我们店里的顾客人可真好，每次来都想带家乡最极致的东西给我们吃。你怎么评价啤酒博物馆？啤酒博物馆怎么？哪方面好玩？8岁小孩都觉得好玩。我觉得他那个啤酒花做的茶还挺好喝的，哦有酒精的。里面有提供给小朋友喝的东西。啊，啤酒花做的茶没有酒精。啥味儿？没味儿。没味儿。其实我们店会来很多游客问我和老板娘一些旅行建议，但很尴尬的是，我们俩对于现在青岛的景点真不是很熟，像那些博物馆我俩都没去过。你刚刚嘱咐你爸啥？要给咱们青岛投2个币，我的币只能用来这里。哎呦！你这情商以后有大出息了。2800多个币，永远都投不完。我看不要跟我下军棋，我要说句好听的，他这有挑战精神；说句难听的，你说的啊，他没说。哎，他研究过我战术，我司令。啊？他对付周凯那把就是这样，周凯开局你还真研究过他呀？我今天被一个小朋友给我上了一课，我深刻的认识到了一句成语，那就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他竟然把我的视频全研究了一遍，把我下棋的套路都给研究了。输了。昨天晚上又回去复习了一遍，你这不是店里看的。我刚下完了，然后他妈告诉我，这孩子研究什么东西都可认真了。我说下之前为什么不告诉我？这也是那个战略的一部分。啊，
研究的是真好，他知道我4.0摆那儿，上来第一下给我把4.0炸了。而且那什么三角雷什么那一块也都研究过了。哎，现在他们又开始玩传情画意了，这就是一个画画猜画的游戏，大家绝对想不到，开始的题目是烤肉，最后被猜成了什么，真的非常离谱。他意思是这是个肉，然后这个用来说明它是个动物，不是，然后这不是画了个精灵球？所以变成了宝可梦。啊，精彩精彩！那现在时间差不多了，今天视频就先到这里吧。如果大家喜欢我们视频，一定要给我们投币、点赞、关注一下，尤其是投币和点赞啊，朋友们，有币的话一定要帮忙投个币，没币的话帮忙点个赞，真的很感谢大家的支持。那么咱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吧。